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动作射击游戏《突击骑兵》。上半期攻略了前3关，还有迂回的列车关卡。今天继续。昨天我在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曾经说过，游戏一共有2个女性角色，但是有小伙伴给我补充说还有一个大妈呀，应该是3个女性角色。另外一个就留给你们了。而且我在介绍初代的时候也说有3个角色可以选择，也有小伙伴给我纠正说大叔不对呀，2代有4个角色可以选择，还有2个男的呢。有1个男的还是2个男的有什么区别吗？反正我都不选啊，所以这点上大家应该知足。我差一点说成2代只有2个可选角色。这款游戏一共是3个路线，分别是丛林、山岳还有溪流。昨天的前3关攻略的是丛林的路线，但是3关之后，玩家有一次重新选择路线的机会。这样的话，我就选择了溪流的路线，因为溪流路线有2个分支的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你需要在10秒钟之内把桥给炸毁，这样的话就可以直行，否则只能右转。这种分支在下一关还有一个，到了位置再给大家介绍。刚刚的这个分支是很容易达成的，桥上2个坦克10秒钟之内很容易就推倒，但是下一关我觉得藏的还是有一点深的。另外，昨天我在看大家留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有的小伙伴表示，在团队模式情况下，咱们捡回血道具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切换角色，让血不满的角色来回血。而且呢，有小伙伴说这款游戏有2个版本，分别是美版还有日版。关于这2点争议，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款游戏的版本是不分美版还有日版，它是分第1套还是第2套的。你可以认为这款游戏有 1.0 版本还有 1.1 的版本。2个版本最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团队模式下血条的机制。1.0 的版本大家是血条分开计算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有回血道具的情况下把回血道具分配给血量少的角色。但是 1.1 版本3个角色血条是共用的，所以并不是大家记错了或者是记混了，而是当年玩的确实不是一套游戏，不是一个版本。刚刚在画面上一闪而过的就是血腥蝎子，也就是最终 BOSS， 就是他绑架了科学家乔治还有他的孙女塞西利亚。上期也给大家介绍了，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种药剂301，所以我手里捏着这瓶502瑟瑟发抖啊！我是万想不到啊，1块钱的胶水都需要大费周章的去抢啊！上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剧情的时候，我也提到，血腥蝎子如果想要得到药剂的话，你直接绑架科学家就行了，你为什么要绑架他的孙女呢？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有用啊，有大用，有其他方面的用途，是吧？大家应该也想明白了，肯定是可以用它来威胁科学家乔治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呀，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最后再跟大家交代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昨天我在介绍游戏版本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说这款游戏当它重置或者是移植到家用机平台的时候，也会做出一些细微的调整，导致如果严格计算的话，游戏的版本还是相当多的。昨天我看有个别的小伙伴给我留言说，大叔啊，这款游戏没有家用机的版本。但实际上这款游戏曾经收录到了 SNK 经典街机合集的第一个合集包里，这个合集包一共有16款游戏，目前为止它至少是登录了 PSP 运平台还有 PS2 平台，其中一个是掌机，另外2个是家用机。另外它还通过硬件套件的形式，也能够在其他的几个主机平台上面玩到。那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至少可以在运平台、PSP 平台、2公主、4公主、NS 平台、苹果的手机等等的渠道能够玩到这款游戏。这里是一个分支的路线，把这扇大门打爆之后，咱们站在这儿8秒就可以进到敌方的兵工厂，在这里又要挑战敌方的双子 BOSS 鸣人和佐助。来了，自古红蓝出 CP 呀，诚不我欺。2个人一起来，我没能顶住，被抓到了一下。这次玩呢，咱们有经验了，这已经是在游戏当中第2次面对这2个 BOSS， 所以每次闪避之前，我会给他2次近身攻击。打法上和第1次面对他们2个还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次咱们的武器更猛。这样的话，这里的场景就过了，出来之后就是本关的 BOSS 战。这也是游戏当中最后一个坦克战。昨天介绍坦克的时候，我引用了一些重装机兵的概念，我发现很多的小伙伴都能够听懂啊，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欣慰。昨天我只提到了主炮、副炮还有 SE， 但是在这款游戏当中是体现不出来发动机还有 C 装置的元素的，但是你能够看出来这个坦克装备了2个 SE， 并且驾驶员极有可能是猎人，因为它可以使用一齐发射的技能，主炮、副炮、SE 一起向我射击。把坦克打爆了之后，驾驶员会跳下来。所以本关实际上是打了3场 BOSS 战，3个赏金手，啊不对，2个，因为驾驶员驾驶着坦克，你清理完成之后只能领1份的赏金。这个坦克的武器真的是多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感觉 SE 就有4种，前边喷火、发射导弹，然后蓝色的落地开花的炸弹，还有红色的落地开花的炸弹。这就是打驾驶员了。这个 BOSS 的攻击方式就是这款游戏非常典型的人形 BOSS 的攻击套路，包括最终 BOSS， 很多攻击动作和它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最终 BOSS 的子弹更大，大不一定就强啊，你还要射得猛，攻击的频率快，坚持的时间长。打这种人形 BOSS 就是2个打法，第一种就是中远距离的牵制，找机会射击，没机会就闪。第2种打法就是在熟悉BOSS 的攻击套路的情况下，可以近身和他搏斗。他子弹上膛的动作就是要进行散射，
进行散射的时候，还有扔手雷的时候，就是攻击它的最好的时机。后面的关卡就是最终关了，3条不同的路线，最后一关是相同的。所以如果仔细算一下的话，这款游戏的关卡数量做的是真多呀。3条路线，前5关不一样，是15关，最后这一关16关，再加上中间的迂回的列车关卡，所以说一共有17关之多。并且在咱们之前的2个关卡当中，还有2条小型的分支。毕竟这款游戏的出品年代比较晚了，1997年。无论是街机基板的性能，还是厂商的开发经验，和1990年左右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街机的游戏，我前后大概录制了300款左右。常看的小伙伴应该也能够发现，90年左右的，或者说90年之前的游戏，和95年之后的游戏，完全就是2个级别。其实有一点大家可能忽略了，尤其是经常玩家用机的小伙伴。都知道家用机是不断的迭代的。以任天堂为例，红白机、超任、N64、NGC、Win、Win U， 然后是 NS， 这个迭代还是比较清晰的，很多的玩家都很了解。但是如果说到街机的基板是如何迭代的，了解的就很少了。可能卡普空的大家知道的多一些，因为它的编号 CPS1、CPS2、CPS3， 其他厂家的可能大家印象就很模糊了。但是体现在游戏上，大家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体会的。后面出的基板有更好的声光效果，游戏的各方面都有进步。游戏最后的战场就是在这架大型的运输机上，机体上能够见到大型的血腥蝎子的标志。另外，大家仔细观察，现在的游戏背景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天文现象，叫做星伴月。但是它这个效果有点夸张了，因为距离特别的近。月光过于皎洁的话是会掩盖星光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写作文，老师还给纠正过。当你写到有一轮明月的时候，你就不要写有星河了，因为看不清。当然了，现在晚上你抬头的话，你是什么也看不清的。别说星星了，月亮都被楼挡着呀。最终 BOSS 之前给咱们安排了几波最难处理的敌人。飞行兵，到底还是给了我一下。他的子弹实在是太快了，而且比一般小兵的射出的还要粗一些。最终 BOSS 战，最终 BOSS 也是2种打法，要么你就中远距离，要么你就近身的砍。他发射火箭的这一下是比较好处理的，破绽非常的大。反射的这一下其实最好是中近距离，但是 BOSS 散射的动作不是那么明显，有些时候他会掏刀，有些时候他会用拳头，所以还是要从闪避当中寻找机会。BOSS 的耐久是很高的，咱们要耐心的多打一会儿。昨天有小伙伴说，大叔啊，
你打人形 BOSS 的时候不太爱用手雷啊，确实是这样。因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闪避上，你再让我多操作一个键的话，我感觉我的精力不太够用。其实早10年左右，3个按键我还是能够兼顾的。但是现在让我一边翻滚一边射击，一边掏手雷，我觉得就有点手忙脚乱了。所以还是舍弃了手雷这种攻击方式。拼了！他已经闪光了。讲道理啊，为什么把他干掉之后他飞了呢？后面就是通关的剧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有能够暂停成功的，可以在留言里边回复一下。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突击骑兵》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